自从2015年 Lexus Malaysia 引进了第一代的 NX 以来 ，Lexus NX 占了 Lexus Malaysia 总销量的24%，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model， 因为它的这个尺寸啊，就是介于 UX 和 RX 之间。这个第二代的 Lexus NX 从日本整装进口，有 Lexus NX 250 370千888块，还有这个 NX 350 F Sport。389千888块，差了19000块。可是一个是2.5 NA， 一个是2.4 Turbo。所以今天我就在 Sepang Circuit 这边为大家带来一个简短的试驾。所以还没有订阅频道的朋友，记得订阅我的频道，也欢迎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account。Let's move on。我们先来讲马来西亚人最在意的价钱，389千888块的 NX 350。在朗高一只要248,288块，这个141,600块跑去哪里了 ？Text 358,800块的 BMW X3， 在朗高一要322,800块。Why？ 因为 X3 在马来西亚 CKD 本地组装，而 NX 在日本组装，在 CBU 整装进口到马来西亚，所以你付的是 tax， 但也不只是 tax， 因为你买到的是 Japan Quality。还有日本的组装品质。我刚才一来到这边看到车子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到底是 RX 还是 NX， 因为你是没有办法第一眼就辨认知道这个是第二代的 NX， 但是车尾就不同了，因为现在全新的 Lexus 车款全部都会用这个 Horizontal Light Bar， 就是贯穿式的 LED 车尾灯，从左边一直滑到右边。然后你在画面上看到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只是做美的，包括它的车灯，包括下面这个看起来好像 Fat Vans 的东西，还有下面你看到这个 Rear Bumper 这边有做了一些东西，全部都是以这个让车子更加的好，让车子行驶的更加稳、更加安静来设计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行李箱空间。因为下面没有备胎的关系，所以 Lexus NX 的后车厢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在你打开这片板过后，下面有一个非常大的 storage 可以让你来放东西，而且就像你看到的椅子有60/40分离倾倒功能，所以它虽然是一个不大又不太小的 SUV， 可是是一个相当实用的 SUV。RX 300的售价从385千到425千，基本上跟这个 NX 350差不多。只是 RX 300的 2.0T 只有235 horsepower 和350 Nm， 这个 NX 350的 2.4 Turbo 有275 horsepower 和430 Nm， 动力输出更大，但是尺寸当然就比较小。最重要的是 RX 的轴距是2790mm， 就是比 NX 长了100mm。虽然我们一直讲370千、389千，它的对手是 X3 GLC 等等，但其实这辆车子的轴距只有2690mm， 就跟 RAV4 跟 Harrier 是一样的，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比 X1 GLA 大，但是又比 X3 GLC 小的一个尺寸。那你坐在后面的话，当然是不够 RX 来啦，所以我觉得178cm 的身高，腿部空间是刚刚好罢了，就翘脚也会动到前面的椅子。头部空间的话就 OK， 它非常的宽敞，有差不多1个多拳头的空间。然后我喜欢的是它的椅背是能够往后倾倒的，有1个 stage、2个 stage 这样子。所以如果你你可以根据你行李箱空间要多要少去调整。再来这边有 armrest， 2个杯架， 2个冷气出风口，看起来比 RAV4 那个好看啦。然后下面有2个 USB Type-C 的接口，还有一个12V 的 socket。但是它就不像一些德系的 SUV 这样子，在 B 的这边有给你冷气出风口 ，but 因为它有10个 speaker， 所以这边都有2个 speaker 是非常接近你的耳朵的，所以我相信音响系统方面确实是 OK 的。所以你说同样一个底盘 ，RAV4 是最大，它的空间其实跟 Harrier 差不多啦，就是本干八两啦。虽然今天 Lexus Malaysia 已经很慷慨、很有诚意的给我们很多时间来 review 这个车子，不过对我这样子 review 方式来讲，多都不嫌多，所以我只是大概讲一下我上来的感受，因为我之前在 RAV4 有提到它，我在 Harrier 也有提到它。RAV4 是3星级酒店
Harrier 是4星级酒店。Lexus NX 是5星级酒店，所以5星级酒店就有5星级酒店的东西，就像它有这个14寸的荧幕，像之前每次我在 RAV4 Harrier 都一直 complain 那个镀电的唱机电视机，这个真的是电视机，不过这个真的是电视机，然后还有一些 F Sport 应该有的东西，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进入一些比较 details 讲 spec 的东西。采用相同平台的 Toyota Harrier 卖249,706块。但是目前马来西亚版本的 Harrier 是 2.0 NA 和 CVT， 只有173 PS 和203 Nm， 而且还是一个 Front Wheel Drive 前轮驱动。NX 250和 NX 350都是 All Wheel Drive 4轮驱动系统。在轴距相同的情况下 ，Harrier 比 NX 长了80 mm， 窄了10 mm， 低了10 mm， 但是从画面上你是看不出来的。你反而会觉得 Harrier 看起来比较大辆，这主要是因为 NX 的线条更加明显，肌肉感更强，整体看上去更加的精炼，更加的 sharp。Lexus Malaysia 为 NX 提供8个颜色选择，其中有2个是 F Sport 专属的配色，就是 White Nova Glass Flag 极光白和 Heat Blue Contrast Layering 极艳蓝。内饰的话 ，NX 有 Black 尊爵黑。你也可以选择 Flare Red 火焰红。除了座椅之外，门把扶手的地方也有 Flare Red 皮革包裹，中控台下面也有红色的皮革包裹。以 Taduna Concept 来设计的全环绕式座舱非常的大气啊。NX 内建了64个颜色的 Ambient Light 氛围灯。Yes， Lexus 终于甘愿抽掉那个非常难用的 Touchpad 了，现在你就直接用手去 Touchscreen， 非常的 straightforward。USB Type A、USB Type C， 下面再给你 Wireless Charger， 体现了日本的 Omotenashi 文化，就差没有给你 CD Player 罢了。国外最低配的 NX 用的是 9.8 寸的荧幕。谢天谢地 ，Lexus Malaysia 这次没有手软 ，NX 250和 NX 350都是用这个14寸的超大宽屏，支援 Wireless Apple CarPlay 和 Android Auto， 可以使用 Google Map、Waze、Spotify 等等的功能。只是说啊，这块荧幕我怎样找都找不到 Home Button， 所以第一次使用它的人需要花一点时间来适应它。因为这个 NX 有 SAE Level 2的半自动驾驶辅助系统，所以所有你想得到的主动式安全辅助系统，这个 NX 都有。Panoramic View Monitor 也是大马版 NX 的标准配备，它可以将车子的 3D 图形投影在马路上面，让你更加容易去 agak， 非常的细心啊。虽然讲 Lexus Malaysia 这一次没有什么手软啊，但是有些东西还是少掉了的，像全景式玻璃天窗，还有 Mark Levinson 音响系统。但是考量到它已经把很多 high spec 的东西当成是标准配备了，所以就看开一点啊。我现在在Sepang准备要试驾 Lexus， 可是这不是 Lexus LFA， 也不是 Lexus LC500， 它是一个 NX。所以为什么 Lexus Malaysia 这一次会邀请我们来到Sepang驾这个 Lexus NX 呢？最主要不是因为要试它的 speed 啊，因为你们都知道 Lexus 一向来都不是以怎么讲，不是以 sporty， 不是以这种追求 top speed 为主的车子。它主要是让我们在一个空旷、一个比较相对安全的地方，并且有一个非常充足的时间来试驾这台车子。今天我们试驾的只有一个版本，就是 NX 350。350不是 3.5 L V6， 是 2.4 L 4气缸的 Turbo 引擎。这具引擎目前只有2款车在用，一个就是 Lexus NX， 一个就是 Toyota Highlander。So 这个 Lexus NX 是基于 TNGA K 平台而打造的。这不是我第一次试驾 TNGA K， 严格来讲是第5次，从 Toyota Camry、Lexus ES、Toyota RAV4、Toyota Harrier 再到这个 Lexus NX。So 当然 Lexus being a Lexus， 在相同的平台，它用的 material 也会不同，驾驶起来，特别是过弯的时候，你看啊，我现在我调整去 Sport Mode， 它的 Steering、它的 Suspension 都会变得比较硬。看过一个 Slalom。你会 feel 到这个车子呢，在 Sport 模式底下，它会有一点点的 body roll， 因为车子真的是不轻，它是1860公斤。
OK， 现在出完 ，OK， 踩完。哇，这个430。哇，这个车子真的是很大辆啦。坦白讲，如果你要在车棒上面讲 performance， 可是它真的是很 smooth 啦。你看你一点点 under 哈，它都可以的。你会忘记掉 Harrier， 你会忘记掉 RAV4， 你会忘记掉 Camry， 因为它整个底盘很安静啊！你在驾驶起来的时候，因为刚才我蹲下去看车子呢，它的车子的底部是一个 flat bottom， 所以它做了很多的这种空气力学的东西，让到车子在行驶起来更加的宁静。Even 这个是 Run Flat Tyre 23555 R 20寸的 Bridgestone Alenza 001 RFT 施压续跑胎，所以我觉得 with 一个 Run Flat Tyre， 然后跑到高速来讲，这个 Lexus NX 350。确实真的是，其实我原本已经知道这个车会是有这样的 level 了的，可是它比我原先预计的还要再高一个 level， 所以我们现在直接去到这个Sport Plus。当然 Sport Plus 不是每一辆 NX 有，只有 NX 350 F Sport 版本才有Sport Plus、Sport S Plus 啊 whatever 啦，总之就是 Sport Plus 就对了。OK， 所以在这个最 aggressive 的模式呢，这整辆车子它会怎么讲？它会让你觉得你在开一个 Continental Car， 有点像 X3， 有点像 GLC 这样子。Let's go。看到吗？它的 All-Wheel Drive System 啊 ，ESC 模式还有4轮驱动系统都在抓着它，所以 even 你 Understeer、Oversteer 它都是直接可以跟你咬到紧紧的。OK，Go， 出。你不会把 NX 350拿来跟 Sepang Circuit 做一个联想在一起的，可是它真的是可以。你看，我不相信有多少个买 Lexus 的车主会平时会这样来驾车的啦。但是万一你要，万一你想，你是做得到的，而不是讲说，万一你不会开车啦，真的是你没有经验 ，High Speed Corner。你不会害怕，你不会担心它可以不可以？它可以不可以 ？OK， 刚才它就是2波 Q 了，可是它的 system 就自己在咬着它，所以我们现在是加速。松油，150、160。真的是很安静，你不看 speedometer， 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驾着多快，好像驾着你驾160、150、160，好像100、120这样子的感觉吧。有时候你在想这打压到底可以不可以 handle 的？它不是，然后它不是 Pirelli P0， 它不是那种你知道 PS4、PS5 打压，它只是一个Alenza 一个 SUV 打压，可是。OK 的，你驾驶起来，高速它安静，然后你很用力的去 push 它，它还是有 grip 的。当然，它的4轮驱动系统也一直有很勤劳的在工作。Oh my god！OK， 我们再试多一次它的起步加速直路啦，因为它的0到100是7秒。7秒不是重点，因为比它快的人大把，但是它的7秒是可以让你 effortless， 让你Lexus 就是 Lexus， 真的，你驾 RAV4 Harrier 你不会有这样的 feel， 就是说当你在160、170，你突然间踩 brake 的时候，这个车子它很快的就能够 calm down， 很快的就能够静下来，不会有一点迟疑不会有一点害怕。所以
虽然讲 TNGA 一直在强调他们的重心低，有 lower center gravity， 可是 to be honest， 我在 NS 感受不到啦，因为我就觉得自己在开这一辆很大辆的 SUV。So 当然我们都知道它这个价钱是然后接近400千，300多千，比所有的 X3 GLC Q5 都包括 XC60 都还要来得贵。但以前当我们讲 Lexus 贵的时候，我们都会讲，哎呀 ，Lexus 就是出名它的 reliability， 它的保养费，它东西很耐用，巴拉巴拉等等。可是现在 no， 现在当我们在讲到 Lexus NX 的时候，讲马力它比 X3 GLC 多，讲扭力它也比他们多，而且 2.4 Turbo 能够输出270 horsepower 真的是不少啦。因为你看哈，马自达的那个 2.5T 有228 horsepower 和420 Nm， 所以扭力虽然是差不多，可是你看到 Lexus 是特别把它的 horsepower tune 到275，是直接打包所有这些I mean 非 hybrid 的车子啦。当然你讲什么 X3、X-Drive 31或者是 XC60 T8 Inscription Plus 就另当别论。我们讲纯汽油版来讲，这个 2.4 Turbo 真的是在这个compact 的 executive premium sedan 里面，I mean premium sedan 吧，在这个 SUV 的级别里面，它真的是讲舒服它有舒服，讲动力它有动力，讲操控它操控也不差，讲空间它也能够给到你。所以今天在Sepang这个简短的试驾，虽然时间很短，可是我们有这个空间，有这个场地来给我们做出一些你不太可能在大马路公路上面做到的事情。所以毫无疑问的 Lexus， 我一进来的时候这边写着 Experience Amazing， 我没有到 Amazing Amazing 太夸张了，可能 LFA 也会 Amazing 啦，但至少它让我感受到它在不同的模式，在直路 Corner Slalom 的时候，它的能够面距要能够兼顾到。所以你问我300多千买这辆车子值得吗？我觉得它补足了上一代没有的东西，就是它更加的好驾，然后它的操控更加的能够跟这些 Continental Car 来比呀。所以今天这个讲短不是很短的 video， so 还没有订阅频道的朋友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还没有 subscribe 的朋友记得 subscribe， 也欢迎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account 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3, 2, 1 cut。 有 cut 的哦。